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声音克隆。这个 GPT So Wait 这个东西可以说是目前声音克隆领域里面效果最好的一个工具啊，而且最主要是它是免费的。这个东西呢，我们之前出过一些视频，然后发现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有一部分问题呢，是因为这种显卡驱动导致的，所以这个呢，给大家提一下啊，就是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先把你的显卡驱动去更新一下。不然你显卡驱动太旧的话，那么它没有办法去驱动这个工具的一些效果，甚至是跑不起来或者是报错，都是有可能出现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家有很多的这种设置是不对的，然后呢遇到一些问题，你可能是没有注意到一些小设置方面，可能直接漏过去了，那么可能最终导致你最终的结果呢，可能不是你想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再给大家从零开始吧，然后我们从头到尾再给大家讲一遍，然后一些需要提到的细节问题呢，我也尽量得给大家提一下。当然，这个也不能保证说大家看了之后呢就不会再遇到问题了，到时候遇到之后我们再解决。好，那么我们就看这个工具怎么使用。我们这边的话，这个 GPT So Wait 这个工具呢，它更新到了0306 X2，这个就是修复版，它主要更新了一些 bug 吧，还有就是对这个推理方面做了一些改进，反正就是速度更快了吧，效果更好了。它这个包呢，我也传到网盘上了啊，这个大家需要去更新一下。然后我们点进来，点进来之后呢，点这个启动啊，然后双击启动。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打开了使用界面。这边的话，我们把它稍微拉一下，把这个框露出来。好，这样。然后首先我们第一步肯定是对你的声音样本做人声伴奏分离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一步呢，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声音样本的问题，就是这个你的声音样本呢没必要太长，因为它这个工具最大的优点啊，就是这个在这个声音样本比较短的情况下，然后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如果你整的太长的话，其实你用这个工具的反而浪费了它的优点。所以说呢，大家这个声音样本你准备的时候呢，大概1分钟左右，然后就足够了。只要有1分钟的声音样本，然后呢，你的声音的质量要高。虽然说时间可以短，但是呢，里面这个说话的声音一定要清楚，发音呢也不要模糊，然后也不要有什么杂音了之类的东西啊。它对这个声音样本的要求不在于时长啊，更在于这个质量啊，就是声音的质量一定要高。所以这一点大家要了解一下啊，这是第一点。然后呢，我们先来接着往下做啊。开启，然后我们去做这个人声伴奏的分离。如果大家这一步自己你做了，那么你可以跳过这一步，或者是你用别的软件来实现，同样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音频文件的路径啊，把它传到这里来。这边呢，官方说是不支持中文，其实经过我实际测试呢，用中文也是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拿这个中文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好，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这个声音样本这边。然后呢，我在这个 G 盘里面啊，有个 B 这个文件夹，然后呢下面有个声音素材，然后游戏配音啊，大家看到这个里面是有中文的。然后呢，我在网上找了这么一段音乐，我给大家听一下啊。记住你了，慢言吧，等下有点痛哦。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声音样本，游戏里面的一个角色的一个声音啊，然后我们拿它来当一个例子。这个总时长呢，大家看也就1分钟6秒，是吧？时间很短。然后呢，它是一个 MP4 的，然后呢，我们把它的这个路径拷下来。然后呢，它这边说的是文件夹，所以我们拷这个文件夹的路径就可以了。模型大家直接选这个第一个就可以。然后呢，这边有2个这种文件。然后呢，这边因为我们这个游戏配音不是在这个工具的这个路径下，所以我们也把它拷出来。然后这边 output， 这里面是有这么2个文件夹啊，我们把它拷出来啊，把它复制到这边来。这样的话，我们就都放到同一个文件夹之下，然后去做处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需要这个看它这个路径，它的路径是这样的。那么其实我们是需要点进来，把这个整体路径把它做个替换，这样的，因为它们俩是一样的啊，放在同一块，这样。然后呢，点这个 WAV 格式，这个大家不要点错了，然后点这个转换。已经成功了，那我们就是这一步就做完了，然后呢把它关掉，然后把这个取消掉，释放内存，然后呢下一步做语音切分，这边这个语音切分呢肯定是需要我们刚才分离出来的那个声音，所以我们找到刚才的文件夹，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是背景，有一个是人的声音，我们听一下，记住你了啊，那就是这个是人的声音，把上面这个删掉，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文件夹的路径复制下来，因为这边是可文件夹。
直接用文件夹就可以这样的。然后呢，切分后的子音频目录的输出，就是这个声音切了之后把它放到什么地方。那么我们看到这边呢，它是需要这么一个文件夹的。我们把这个名字复制下来，然后往回退一步，在这边新建一个文件夹，把这个名字复制过来。那么我们就是建了一个同名的文件夹，然后在这个路径之下，所以我们选中整体的这个路径啊，把它替换掉，其他就不用改了啊，其他参数保持默认。然后呢，开启语音切割，切割结束。这边已经切好了，那么它切好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这个新建的这个文件夹里面。然后呢，我们再做下一步，这边下一步呢是开启语音降噪，这个也是对声音进行处理。那么这个我们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一点就可以，就是这个下一步的这个输入，它就是等于这个上一步的输出。那么我们直接把这个复制下来，这个是它的输入啊，就等于上一步的输出。然后呢，结果这是输出是吧？这个文件夹新文件夹啊，我们需要复制一下。那么我们往后退一步，然后新建一个文件夹，创建一个同名文件夹，这样，然后呢点进来，把路径复制下来。这个是它的输出文件夹是吧？这样的。然后呢，我们点这个开启语音降噪，让它进行处理。这边稍等一下，这边处理完了，可以进行下一步了。那么还是那句话，下一步的输入等于上一步的输出。好，我们把它复制过来，把它替换掉。然后呢，这边有个输出文件夹，那么这个呢，可能是也没有，我们看一下，有了是吧？在这儿了。我们把这个路径直接复制下来就可以，然后直接把它替换掉。然后呢，下面是选择这个模型，这个大家需要选对，就是如果你是中文语音，那么就是这个中文的模型，然后尺寸呢就选这个默认的。如果你不是中文的话，那么这边一定要改成这个多语种这个东西呢，它支持99种语言，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这边只有3个，就是中文、英文以及日文，因为它现在呢其他语言的支持还不好。然后这边模型那边也是默认就可以了，或者说你想效果更好，那么你就选最后这一个。大家第一次拿过来用的时候，那么这个模型是没有的。里面选了之后呢，点这个开启，那么这边会下载这个模型，大概是3点多个 G 吧。当然我们这边是中文。然后呢，点这个开启离线批量，已经做完了啊，任务完成。那么这边我们看，接着往下走，还是那句话，上一步的输出等于下一步的输入。那么上一步我们输出了什么东西呢？我们输出了这么一个东西，把这个复制下来，然后呢把它取代掉，这就是我们这个上一步的输出，也就是等于下一步的输入。然后呢，我们这边点这个是否打开，这个文件就启动了啊。这边是给我们标注语音的。当然，如果大家你对这个语音的要求不高的话，那么这一步你可以跳过。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记住你了，蔓延吧。这个字应该是不对的，我做2个演示吧。蔓延应该是这个，改完之后呢，你先保存一下，点一下这个按钮，把它保存一下。等一下有点痛，等下有点痛啊。嘿，这个没什么问题啊。这个呢，手牵手，全都看见了。这边呢，我们应该加一个逗号啊，然后来下一个。来我家做客吧。知识，然后呢，这个与你分享，刺激，把这个加个逗号。智慧之殿堂，好奇心值得嘉奖哦。啊，这样。是源自谁的馈赠呢？有你想要的吗？然后我们保存一下啊。换个策略吧，别打了，这样不太明智。让我来想想办法，别再硬撑了。生命。保存一下。应该是还有下一页啊，点一下。终有尽时，枯萎之刻。我不明白。这个声音的话，就最好去掉啊，因为它这个我字和这个不明白中间，它有一些奇怪的声音，所以这个，而且这个声音也太短了，2秒钟，这个我们就不要了。点这个，然后点这个删除，把它去掉。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所有的都做完了，千万记得保存。然后呢，我们关掉它，把这勾取掉，释放内存。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做第2步了。然后第2步这边，这个首先要做的就是这种星号，只要带有星号的，那么都是我们需要去手动填的地方。然后这个名字我们给起一个，因为它是角色语音的名字啊，它这个音频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叫纳西塔是吧？那我们就叫纳西塔这样的。
然后这是它的模型的名字，后面这些不用改。然后这个文本标注文件，下一步的输入就等于上一步的输出。那我们上一步的输出就是这个文件，所以我们把刚才这个地址给它贴过来啊，这样的。然后这个训练集音频文件目录这边说了，它切割后的文件音频目录。然后我们翻回到这边，切割后的音频文件目录其实就是这个啊，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切割完之后呢，我们这边还做了一步，就是语音降噪处理。所以其实我们使用这个文件也是可以的啊。我们选中之后呢，翻回来这边啊，把它复制过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下面的话就比较键单了，点这个开启一键三连，这边稍微等一下就行了。这边出来了，然后呢再做这个微调训练。这边第一个参数的值对应着显存的占用，这个值越大，需要的显存就越大。那么这边呢有一个图，就是对应的一个关系。因为我这边是12G 的啊，官方推荐我使用5，它这边默认是6，差不多我这个就不改了。如果你是6G 或者8G 的话，那么你需要降成1或者2啊，然后大家自己对应一下自己的这个显存到底是多少就可以了。然后这个训练轮数这边也说了，不建议太高。这个工具的话，你训练的轮数越高，反而可能效果越差。这边呢建议大家不要改，或者说如果你实在想改，那么你也不要超过20。然后下面这一个，这边我们同样有一张图，如果你是12G 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是这个4。然后这个后面这一项是什么意思？未开启啊，这个是指的这个第3个选项啊，这个第3个选项是后来新加的。当你开启这一项的时候啊，那么最终你这个训练出来的模型的效果会更好，那就是声音更清楚啊，也更像原来的声音。所以开启这一项呢，其实是有利的。不过这一项呢，它特别占资源，你的显存占用会变成原来的2倍，你的训练速度呢会变成原来的1/4。当你开启这个选项的时候呢，那么这个6G 显存和8G 显存的这种用户直接就是不能使用的。所以这个功能到底要不要用，这个大家自己考虑。然后我们开始训练啊，先点这一项。这个训练呢，你必须等这个上一项训练完，然后再去点下一个，就这2个不能同时开。好，我们这边训练完了啊，8轮。那么这个我们点下一个 GPT 训练。好，这个 GPT 也做完了，然后我们就下一步推理。下面这个是我之前训练的，点这个刷新。啊，这样的话就有了。我们这边选这个数字最高的这个，这边是选这个数字最高的。好，这样选好之后呢，点那个推理，这边稍等一下。我们现在的话就到了我最后一步，我们模型训练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就需要看效果了。这边好像不太对，这个不要选错了就行。然后这边呢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3到10秒内的一个参考音频。如果说你的音频是小于3秒的，只有2秒，或者是这种超过10秒的，那么都会报错，最好是5秒左右。我们来找一个音频，这个参考音频呢肯定是你刚才这个训练出来的这个音频啊，我们找一个。然后这个是我们这个去除噪音之后的音频啊，这个音频肯定是最好的。那我们选一个。此集智慧之殿堂，智慧之殿堂，我们就用这个。智慧之殿堂，这个呢是4秒钟。然后呢，我们那个把它的文本打一下，这个文本应该没错，就这样。然后这个 UI 里面啊，2个地方特别需要注意。第一个就是这个语种，这边大家一定要选对，就是你声音是什么样的，你就选哪个。另外呢，就是这边这个语种的选择啊，千万不要选错了。然后需要合成的文本，我们来找一段。现在这一段呢是我是网上找的散文，然后其他不需要改啊，这个保持默认。这边怎么切？这边呢，官方这边给的建议是选这个，不管这边有多少字，全部选这个。这边我实际用的时候发现，就是说，如果是英文的，或者是一些这个标点符号比较奇怪的这种，那么这个呢可能会出问题。第一个呢，大家可以选这个错误式字一切，然后如果说效果不好的话，那么你可以按这个标点符号去切。如果是中文，然后你就选这个；如果是英文，你就选下面这个。这个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试一下啊，其他就不需要动了啊，我们就已经全部做完了，然后直接点合成语音就可以了，看一下效果，这样就做完了啊。然后这个声音出来了，我们来听一下这一段声音。在迷人的夏夜里，我们结伴而行去野外捕捉萤火虫。去之前，妈妈会给我们准备一个透明的瓶子，我们便蹦蹦跳跳地奔向池塘。晚上，月光明媚，星光灿烂，我们轻快地奔跑着，凉风在耳边呼呼飘过。
许多萤火虫从我们面前飞过。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发现这个问题了没有？他刚才有一句话漏了，就这个仿佛在为孩子纯真的梦想助威，这句话他没有读出来，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错误是这一切出问题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要换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按这个中文的句号去切，这样的，然后我们重新来运行一遍。好，然后我们还是来听一下这句话。在迷人透明的瓶子，我们便蹦蹦跳跳的奔向池塘，轻快的奔跑着，凉风在耳边呼呼飘过，仿佛在为孩子纯真的梦想助威。好，现在我们听到了这个50字一切的时候呢，那么这句话漏掉了。按照这个中文句号切的话，那么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大家如果是发现出了问题了呢，不要着急啊，尝试一下别的方式。这个呢，其实我们今天内容就差不多就到这儿。最后再给大家听一段我之前训练的这个声音模型，给大家听一段英文的。这边呢有一个参考音频。In my heart, it seemed like a pure pastoral song. 这是一段英文啊，来把它拖上来。它的参考文本啊，在这儿。然后呢，这边选英文，这边呢也选英文，千万不要选错了。然后这边呢，我们找一段这个英文的字符，然后这个应该没有问题了，点这个合成语音啊，这边得改一下，不是按照中文了，按照这个英文句号来切。好，这边开始了，需要稍等一下。好，然后我们来听一下。On a charming summer night, we walked together to the wilderness to catch fireflies. Before going, my mother would prepare a transparent bottle for us, and we would jump and run towards the pond. At night, 好，我们这个声音就听到这儿。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来说最后一个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呢有2个模型，这两个就是我刚才训练出来2个模型。当我们训练好一个模型之后呢，我们想跟自己的朋友去分享这个模型，让别人也能使用我们训练出来的模型，那么应该怎么处理呢？在这边我们不是训练2个模型吗？我们找到这个 GPT 这个文件夹，把这个模型保存下来，然后呢再找到这个 SoWeightS 这个文件夹，也把这个模型保存下来，一共是2个模型。这边你把它放到文件夹里了，然后呢这个参考音频，我们这边不是有一个参考音频嘛，把它保存下来，把你这个音频的文本呢，然后也保存下来。有这4个东西的时候呢，那么你就可以分享给别人了。把它准备好，然后呢把它打个包，把它压缩一下，然后把你这个文件呢发给别人。当其他人拿到你的文件之后呢，他们把这4个文件把它放到它本来在的地方，然后直接跳到第3步，这边拖一个音频，这边输入一个文本。这个时候呢，别人就可以去使用你训练好的模型了。这就是怎么样给别人分享。大家拜拜。